进攻。若10天才能将事情办妥，他会误了大事。我只需3天，便可将10万支箭呈上。军中无戏言。我哪敢戏弄您？我愿定下军令状，3天内若无法完成任务，甘愿接受军法。周瑜大喜，立刻派人写下状文，然后置酒款待诸葛亮。好，事情办完后自有重赏。好啊，军中无戏言。若我3天内交不出剑，理当依军法处置。若如期完成任务，您可知道最近全球最夯的江南 style？ 先生，你跟不上时代流行吗？我知道我是什么咖，现在最流行是 Orange Banana Style。没问题，只要你3天内完成任务，起码5罗就跳给你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但今日起造也来不及，明日再开始吧。3年后，都督可派兵到江边取剑。太好了，先生，来干杯，红大啦！双方客气了几杯酒，诸葛亮才告辞离去。诸葛亮难道想骗人？这是他自找死路，可不可以用这个是我逼他的？有事你再去帮我看看他的虚实。Yes sir。鲁肃领命前往蜀营见诸葛亮。不是说你们都想害我吗？你怎么不帮我？老是做些拉菜的代际啊！3天内如何造得出10万支箭呢？这次你一定得救我。是你自讨苦吃啊！我又如何救得了你呢？请鲁兄借我20艘船，每艘船都要搭上路马，扎满草树，并配备30名军士。这样做，第3天保证有10万支箭。只是您不要用大嘴巴让周瑜知道，不然我的计划就行不通了。鲁肃答应诸葛亮的要求，却对他的计划百思不解。回报周瑜时，果然不提借船之事，只说孔明不需要造箭材料。周瑜推伸了一口，就只说等着看孔明接受军法处置吧。鲁肃将诸葛亮要求的东西准备好后，诸葛亮却连着2天毫无动静。直到第3天半夜，诸葛亮把鲁肃请到床上，请鲁兄一同签恩。剑，是的，许呢？诸葛亮下令将20艘船以绳索相连，往长江北岸出发。当时烟雾弥漫，等船跳进曹操水寨时，正是兵们啊，将每艘船吊成头西尾东，一字排开。诸葛亮，你在做什么？随风几次朝廷，我真是错办你了。临死前竟然留他的垫背，我当你国王要求，何必让我下水呢？我这位毛妹放你手。哎呀，鲁豆干兄啊，你当了鬼，我不也成了鬼吗？放心，我已经帮你投了5亿的旅游险了，受益人正是我诸葛亮啊！不行，我要上岸去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诈领保险金。传你呀，鲁豆干兄啊，配点小酒吧，这可是知名大厂启云公司所制的毒酒，塑化剂含量超高标，不必耽搁，帮你立刻运入肚里。我懂了，你早就知道我造不出10万支箭，所以干脆选择在半夜无人之地
如果你真的往下跳，校长会被你压扁的啦！不会，你这死猪哥杰克，都敢敲大头！如果敢到死啊！你先下来，猪哥杰克，我请你来，不是为了让你投降，而是为了请你看好戏啊！好戏？难不成你想跟我表白？我从清朝而出，看到你在跟我表白，该如何是好呢？你的认识我。订单高手，给空中心全部是阿姨，我请主操操。要死了！是谁把香蕉皮丢在船上的？还好护士阿姨，让我们不痛痛哦。来，你这次给位置准备好了，现在就等着好戏上场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重要问题。烟雾弥漫，曹操不会冒犯出兵，我们在这喝点酒，等雾散了就回去。我心上不闪躲，我心上怎么能不到寂寞？自己想想蛮多，对我太不由，才曾多说，一心让它轻柔，我不能说爱我的我，都看我分享过。万万没想到，曹操的歌声还真像是人在唱啊！卤肉干啊，别禁止听曹操唱歌，好戏即将登场，你可不要错过哟！来人啊，把茶架朝里摆开，众士兵立刻击鼓呐喊：小条条，我一条，小条条，我小条。传赵先生指示，依次排开，且向曹操军营。好，将船开进曹营一战，然后放箭，一支也不能射到，全部射到腹中。啊，不能射中，何等容易啊！这可非一般人能办到。重弓箭手就位，预备，射！正当国小气象快报，气象快报。根据卫星云图显示，10秒钟后将会有大量的箭如雨下，请前排观众自行做好防台措施。哎，不对了，是防箭措施哦。诸葛姐妹，都让召见，你为何要？奇怪你，到底你是诸葛亮还我是诸葛亮啊？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。
情形啊！怎么都不见了？果然神机妙算，小弟佩服佩服。你要佩服的不是我，该谢谢曹操才是。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10万多支箭，改天再用这些箭来试火军，不是你大快人心了吗？哈哈哈！大伙随我向丞相道歉，谢承将军，谢承将军。毛巾、雨巾，你们可听到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丞相，完了！我们是听从你的命令射箭的。可恶！你们是在怪我喽！马上给我追上去！丞相，来不及了！诸葛亮的船只顺江而下，早已在20里外了。9万9千